这对老夫妻为了把日子越过越好，妻子天天烧香上供，十分的虔诚，而老头则是起早贪黑的去田里种地，整日都勤勤恳恳。等他把粮食都收回了家里，外出上香的妻子也回来了。老头说今年的收成格外好，咱们往后的日子啊肯定差不了。可老太婆却不以为然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天天烧香上供，求财神爷保佑来的。说着还掏出了新买回来的画像。老头虽说自己不信，可也劝不住自家迷信的老婆，所以日子就这样过着。老头下田里劳动，老太婆却烧香拜佛。可一年到头来，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，饭碗里边的汤就像清水一样的稀，连个筷子都挂不住。那小咸菜也就只有3根，每人夹走1根之后，剩下的就没办法再动筷子了。老头就很疑惑，自己天天努力的去地里干活，怎么这日子就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呢？当他再次看见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都被老太婆买成了香烛贡品，烧成了灰，俩人今天就大吵了一架。可那老太婆不仅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反而还去求神仙别怪罪他家。老汉看着自己辛苦了1年的收成都被老婆子拿去祭拜，变成了一根根的香，插在炉子里成了灰。老头看着那叫一个心疼啊，只能再次去怪罪老婆子，说他成天就知道烧香拜佛，这日子怎么能过得好呢？并且直接把他那烧着的香给拔出来扔到了外边。现在那老太婆慌了，连忙求财神爷别来怪罪，回过头才想起教训老头子，说他不敬神明，把家里的财神老爷都给气跑了，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？那肯定过不好了呀。随即赶紧捡起地上洒落的香又给插了回去，甚至还让老头去给他磕头赔罪。可老头哪里肯依他，就把他往边上一甩。没想到老太婆指着粮食说，家里现在能过上这样的生活，是他天天烧香上供，求财神爷保佑来的。就这样，俩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为了这个事儿大吵了13个小时46分钟58秒。可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老头就只能蹲在门口抽旱烟去了。可突然之间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办法，于是在这天晚上的时候，老头打出了最响的呼噜，这都是为了营造自己早就睡了的假象。你看他起来之后，确认老太婆也睡着了，就悄悄地来到了香炉边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了提前准备的线，往炉子上一绑，就慢慢地拉着线回到了床上。只听哭哧一声，老头赶紧蒙上被子，然后趁着老太婆去检查的时候，偷偷地把线和绑子碎片拉回来藏好，接着就装了起来，在床上来回的翻腾，说着梦话。老太婆过去问他怎么了，老头就使出了影帝般的演技。哎呀，我要归天了！你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我正睡着呢，忽然供桌上一道金光，把我吓醒了。我睁开眼睛一看呐，不得了了，财神爷显灵喽！他一步一步走了下来，站在供桌上，飞起一脚踢翻了香炉，然后跳下供桌向我冲过来，拉着我说：“你骂我财神爷，该当何罪？”说完了，要拉我去见阎王啊！这可把老太婆吓坏了，一时之间彻底没了办法。老头则是一脸淡定的说道：“想活命也行啊，只要你老太婆撵1年的线，我去山里烧1年的香，这样子我就能多活1年。”那老太婆对这东西迷信的很，自然是非常相信。从此老太婆就成天在家一心一意的撵起了线，而老头子呢，他当然不会去拜什么迷信东西，把那东西藏好之后，就又拿起锄头偷偷下地去了。从此以后，老太婆的线是越撵越多，直到第365天的时候，老太婆认为这是她最后1天了，特别的伤心，把老头子送走之后，那老太婆就在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撵着线，最后哭得连线都撵不下去了，一直到老头子哼着歌置办了很多东西回来。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家的，嘿嘿，老婆子，你撵1年线，我干1年活，挣了钱买来了耕牛，嘿嘿，还有房车，日子过得乐悠悠，嘿，乐悠悠。嘿，乐悠悠！天哪，这一年你没去烧香啊？你没有去上供啊？那你不就要归天了？老头子哈哈一笑，说都是自己骗你的，香炉也是他自己打翻的，至于故事更是胡编乱造的。老头说哪有什么财神爷啊，只有自己踏实肯干才能过好日子。最后老头又给家里买回了一幅新画，就是这幅年年有余。后来老太婆再也不相信那些迷信东西了，踏踏实实的和老头子干起了活，这日子果然是一天比一天的好了。